大家好，这里是鼻炎反复发作的42有13。故事紧接上期，由于奥特兰克国王匹约诺德的背叛，使得毁灭之锤帅部顺利地通过了易守难攻的奥特兰克山脉，提前数月来到了洛丹伦的核心地带迪瑞斯法林地，并向洛丹伦都城发起了猛攻。时间还是黑暗之门开启后6年。在稍早前，奥古瑞姆还在攻打银月城的时候，其实在那时，图莱扬等人就开始怀疑，久攻不下银月城的部落很有可能会转而攻打洛丹伦都城。当奥古瑞姆率大部分兵力撤离后，图莱扬的担心终于得到了证实。他知道目前联盟有一半的军力仍被拖在辛特兰，如果这时还不率军接住奥古瑞姆的部队，那么战局会朝着极为不利的方向发展。他原本认为部落大军在进入奥特兰克山脉后，当地的防御力量肯定会遏制住敌人进攻的势头。然而，当匹约诺德国王背叛的消息传到众人耳中时，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事实，匹约诺德的投敌行为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原本需要数月才能穿越的山脉，部落只用了几天就抵达了。图良担心，还没等他赶回去，洛丹伦都城便会失守。可洛丹伦却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脆弱。国王泰瑞纳斯亲自指挥了主城防御战，尽管他不是战士出身，却有着极强的领导力与过人的智慧。面对部落猛烈的进攻，泰瑞纳斯告诉为数不多的守卫，联盟的未来乃至人类的未来全都压在了他们身上，胜败在此一举。说完后，他不顾大臣的反对，挺身登上城墙，身先士卒地指挥着洛丹伦防守战，宁愿以身殉国也要与敌人战斗到底，并坚信援军一定会赶来的。这股誓不屈服的劲头，甚至令对手都感到非常钦佩。奥古瑞姆认为泰瑞纳斯与兽人一样悍勇顽强，只可惜他们很快就会沦为自己的手下败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部落大军不断削弱着洛丹伦都城的防御力，他们的每次进攻都只差一点点就能攻下洛丹伦。只要等古尔丹的援兵一赶到，这座城市必将陷落。可问题是，龙猴、暴虐和暮光之锤这3大氏族早就应该到了，但现在却音信全无。奥古瑞姆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当图莱扬率军从东边杀来时，他的这种不安变得愈发强烈。图莱扬的支援为洛丹伦都城的守军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奥古瑞姆看到图莱扬的援军后，他知道其他联盟军队也正在朝这里赶来，眼前的局势迫在眉睫，部落必须加快速度攻下洛丹伦。此刻，他仍旧希望古尔丹能够赶来支援，谁知最后等来的只有龙猴氏族和一个可怕的消息：古尔丹带着暴虐和暮光之水氏族背叛了部落，并且他们正朝着希尔斯贝莱德丘陵岸边的兽人战船前进。这意味着古尔丹会夺走部落从海路撤退的可能。祸不单行，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奥古瑞姆又收到了另一个噩耗：联盟已经察觉了匹约诺德的背叛行径，因此封堵住了奥特兰克山脉的各个隘口。换句话说，想要从辛特兰调援军的可能也被阻断了。一瞬间，毁灭之锤明白败局已定。就算他们能够夺取洛丹伦都城，也抵挡不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联盟。想到这里，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涌上心头。原本部落距离全盘大胜只有1步之遥，现在却落得满盘皆输。于是奥古瑞姆立即下令取消攻城，命令大军撤回卡斯莫丹。撤退时，由巨龙骑兵负责掩护，拦截联盟的追兵。同时，他还派龙猴氏族的信使将撤退的命令传达给还在辛特兰的部落军队。如果2支部队能够重新集结，或许还有可能扭转颓势。虽然机会渺茫，但也只能放手一搏了。最后，他派出黑齿狞笑氏族前去追杀古尔丹。奥古瑞姆曾经饶恕过这个罪孽滔天的术士，这一次他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洛丹伦都城保卫战是整个第2次大战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刻开始，部落大军便开始逐渐走入绝境。而造成目前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下面我会花点时间带大家复盘一下部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根据魔兽中的历史来看，凡是多线作战的一方一般都会以惨败收场。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在第2次大战中部落分了几次兵。在第1次大战结束后，部落就已经损失了很多兵力，他们能从德拉诺调来的援兵屈指可数。换句话说，部落的兵力无法得到补充，这是一个大前提。随后经过短暂的准备，奥古瑞姆便率领军队一路北上开始征伐。途中他们在卡斯莫丹地区以战养战，补充了一波军备，同时也开始了第1次分兵，把血环氏族留在卡斯莫丹看守矮人和侏儒。接着大酋长想要造船北上奇袭人类，从这里可以看出奥古瑞姆的行动目的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就是准备不讲武德直接杀到洛丹伦去的。
要不是半路杀出了几个圣骑士，部落很可能一开始就成功了。在部落造船期间，有了第2次分兵，龙侯氏族留在格瑞姆巴托驯服红龙。虽然在后期龙侯氏族会骑着红龙参加战斗，但这种战斗力强大的兵种数量显然不会很多，所以绝大多数龙侯氏族成员仍留在格瑞姆巴托中。在之后的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之战，奥格瑞姆看清了整个局势，联盟的兵力明显比部落要多，而且还有圣骑士这种天克死亡骑士的兵种，正面作战恐怕难以取胜。想要赢得胜利，还是得绕山路 rush 洛丹伦都城，而这就需要拉拢本地人阿曼尼巨魔做帮手了。可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帮阿曼尼巨魔攻破奎尔萨拉斯。于是接下来的2次分兵都是以牵制敌人，让大部队能够达到奎尔萨拉斯为目的的。第3次分兵是在希尔斯布莱德丘陵，瓦卢克萨鲁法尔率领一部分黑石氏族后卫队牵制联盟。第4次分兵是在辛特兰，为了牵制满垂矮人，部落分出了一半的兵力留在辛特兰。前面几次分兵从数量上来说，大概每次是减了10%兵力的样子，但是第4次分兵是直接减少了当前兵力的50%，这个是争议比较大的。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攻下鹰巢山呢？那是因为联盟迟早会来到辛特兰。假设部落损兵折将攻下了鹰巢山，联盟一到反而可能会被围攻，所以呢，干脆分出一些兵力，只不过分了50%的兵力，未免有点太多了，这是一个值得吐槽的点。思来想去，我觉得唯一的可能性是，只有用一半的兵力才能牵制住库德兰以及施救骑士一直留在鹰巢山防守，不然的话，这50%的兵力分的确实有点多。接下来是造成败局最为关键的第5次分兵。这次分兵是奥格瑞姆错信了古尔丹，将暮光之锤、暴虐氏族和巨龙骑兵留在了奎尔萨拉斯。这一波大概占了当前的25%到30%的兵力。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了，难道那时奥格瑞姆除了古尔丹就没有别的人可以信任了吗？首先可以确定一点，奥格瑞姆从始至终都没有信任过古尔丹，一直在提防古尔丹。只不过古尔丹抓住了奥格瑞姆的求胜心，如果不是奥格瑞姆急于向罗德伦发起攻击的话，他肯定会发现古尔丹的谎言，并且当时大酋长最信任的2位副官萨鲁法尔及伊崔格在前2次分兵的时候都离开了他，如果这2个人都在大酋长身边的话，肯定会从旁提醒的。以上这5次分兵最为致命的就是第5次分兵，这次分兵不仅仅是分走了兵力，更是将部落中大部分施法者都留在了库尔萨拉斯，这也是部落失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前在德拉诺，兽人施法者只有萨满祭司，后来所有萨满在古尔丹的影响下都转制成了术士，并且大部分的术士都加入了古尔丹的暗影议会。快进到第1次大战结束后，奥格瑞姆杀了大部分的暗影议会成员，这使得部落中的施法者所剩无几，能施法的就只有少数幸存的食人魔法师了。其实在之前，以德雷克塔尔为首的一小撮术士，在来到艾泽拉斯之后停用了邪能魔法，又转回了萨满祭司。只可惜这群萨满随双狼氏族被古尔丹逐出了部落，由于部落中施法者的缺失，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对付人类阵营中的施法者。为此，奥格瑞姆开始启用战犯古尔丹，造出了全新的施法单位死亡骑士。再到第2次大战中期，部落才有了阿曼尼巨魔巫医、双头食人魔和巨龙骑兵这些新的施法单位。可这些施法者都是由谁掌控的呢？死亡骑士表面上忠于部落，实则只忠于自己。食人魔法师及双头食人魔由古尔丹掌控，阿曼尼巫医归祖尔金掌控，巨龙骑兵归大酋长掌控。在第5次分兵后，除了死亡骑士之外，其他施法者全都留在了奎尔萨拉斯，这导致奥格瑞姆迟迟攻不下洛丹伦都城。幸好最后巨龙骑兵与大酋长部队会合了，否则奥格瑞姆恐怕连撤退都很困难。所以说，部落的失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多次分兵，二是因为大酋长对部落中施法者管控不牢，三是因为奥格瑞姆求胜心切，错信古尔丹。这几个原因环环相扣，导致部落走到了今天这个局面。假设从一开始，部落愿意在南部地区等上几个月，等巨龙骑兵训练完成，然后再从陆路北上，步步为营，持续补给，借助巨龙强大的战斗力击败人类步兵，应该不是难事。比较难以对付的可能就是达拉人的法师和白鹰之手骑士团的圣骑士们，不过这样一来就不会招惹到满垂矮人和高等精灵了。按理说编剧完全可以这么写，但那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这也是有原因的。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之前说过魔兽争霸1的游戏是有2个结局的。人类战役的结局是人类在黑石塔击败了兽人大军，兽人战役的结局是攻破了暴风城。后来暴雪为了能够出续作，将1代的兽人结局定入了游戏的官方结局，这才有了第2次大战的故事。有趣的是，魔兽争霸2也是有2个结局的，
兽人战役的结局是攻陷了洛丹伦，人类战役的结局是消灭兽人，摧毁黑暗之门。换句话说，其实在游戏中已经有了兽人取胜的剧情，只不过暴雪是把人类结局作为了2代游戏的官方结局，所以我们在编年史中才会看到部落落败。好了，分析了这么多，我们再回到编年史中来看看古尔丹到底做了些什么。时间回到毁灭之锤率军赶赴洛丹伦都城的几天之后，毁灭之锤一走，古尔丹就召集了在场的所有人，向他们公开了寻找萨格拉斯之墓的计划。古尔丹表示，谁愿意追随他，便可以获得强大无比的力量。此话一出，暮光之锤和暴虐氏族都表示愿意追随古尔丹。不过在场也有一些反对者，阿曼尼巨魔就对此表示毫无兴趣，而龙河氏族则不同意古尔丹的做法，甚至打算出手制止他。可龙河氏族成员转念一想，冒险与古尔丹战斗，可能只会落得2败俱伤的局面。于是他们转而向西，赶去与大酋长的部队会合，并向奥格瑞姆报告古尔丹的图谋。同一时间内，古尔丹率领追随者向南出发，直奔希尔斯布莱德丘陵岸边。抵达之后，这群叛徒驾驶几艘部落战船向西起航。古尔丹没想到的是，在龙侯氏族与大酋长会合后，奥格瑞姆便派出黑齿狞笑氏族追杀古尔丹。眼下，这支部队也乘部落战船紧随其后。令古尔丹更没有想到的是，基尔加丹也知道了古尔丹的背叛，恶魔领主准备狠狠地惩罚他，因为古尔丹毁掉了燃烧军团唾手可得的胜利。就在基尔加丹准备动手时，军团之主萨格拉斯出面阻止了基尔加丹。萨格拉斯这么做并非是想要拯救古尔丹，而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惩罚他。军团之主知道古尔丹想要获得力量，那就让古尔丹先找到萨格拉斯之墓，并让他离目标只有1步之遥，然后再把胜利的果实从他手中夺走，就像他夺走了燃烧军团的胜利那样。视角再来到古尔丹这边，根据从麦迪文脑海中搜索到的线索，古尔丹规划出了一条前往萨格拉斯之墓的航线。越是靠近最终的目的地，海上的情况就变得愈加恶劣，巨浪滔天，风暴肆虐，仿佛大自然都在阻挠他达成目的一般。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这个时候萨格拉斯之墓还在海底，并不像在游戏中看到的那样矗立在岛上。此时的古尔丹和他的追随者正在引导一场仪式，将这座宏伟的塔墓升到海平面上来。霎时间，天色骤变，浪潮狂涌，在法术仪式的作用下，一座岛屿破浪而出。而岛屿上的宏伟墓穴，正是古尔丹向往已久的萨格拉斯之墓。萨姆刚升出海面，黑齿狞笑氏族就逼近了岛屿。精疲力尽的古尔丹知道，他们不是这群追击者的对手。可如果他能驾驭墓穴中的力量，就一定能够逃过这场劫难。虽然不知道墓穴中是否会暗藏危机，但眼下也不是思考这些的时候了。古尔丹立即命令古加尔和暮光之锤拖住敌人，自己则率暴虐氏族匆匆进入萨姆。然而，当他们进入到墓穴中时，才发现这里有些不对劲。在800多年之前，时任守护者的艾格温将萨格拉斯的化身封印到了墓穴中，连同化身一起被封印的还有许多恶魔。这群恶魔在漫长的岁月中，汲取了萨格拉斯化身上的残余力量，变得更为强大了。在萨格拉斯的号令之下，这些恶魔生物从暗影中飞出，先把古尔丹的随从撕了个粉碎，然后再将怒火集中到古尔丹身上，活生生扒掉了他身上的皮肉，死状极为凄惨。霎时间，古尔丹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墓穴，随后又重归一片死寂，只有少数几个暴虐氏族成员活了下来。在逃出墓穴之前，他们带走了古尔丹的头颅，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头颅中埋藏着巨大的能量。而在墓穴之外，暮光之锤仍在与黑齿狞笑氏族战斗。这黑齿狞笑氏族是由前任大酋长之子雷德黑手和麦姆黑手领导的，他们击杀了大部分的暮光之锤成员，古加尔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幸存的暮光之锤成员将受伤的古加尔抬上了船，逃到了海上。随后，船只被狂风吹向了西边那片未知的海域。在达成目标之后，黑齿狞笑氏族也乘船离开，向东驶去。而在他们离开之前，还从暴虐氏族成员手中抢到了古尔丹的头颅作为战利品。就这样，那个不惜将族人出卖给恶魔的术士，结束了悲惨而又罪恶的一生。注意，这里死的是主宇宙的古尔丹。后来玩家在 6.0 到 7.0 看到的古尔丹是来自另一个时间线的古尔丹，此狗蛋非彼狗蛋。另外，关于古尔丹之炉，相信熟悉冰封王座和燃烧远征的朋友不会陌生。这件神器后来几度易手，最终来到伊利丹的手上。而至于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曲折经历，这就要在后面的编年史中一点点揭开了。好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先讲到这里。下期的编年史要讲述的是部落在洛丹伦都城落败之后的故事。最后，如果本期视频能够让你对魔兽世界更加深一些了解的话，记得关注、转发，一键3连。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谢谢大家，我是42有13，我们下期再见。